近期，奈飞计划收购华纳的消息，在好莱坞和资本市场引发了震动，让华纳再一次冲上舆论焦点。华纳几乎可以算得上是好莱坞乃至整个商业史上整合最坎坷的公司。自华纳与时代合并以来，华纳的每一次大动作几乎都成了商业史上的经典案例。如果说奈飞是流媒体时代的原住民，那么华纳就是一位不断尝试通过相亲来延寿的老贵族。他这几十年动荡的整合风波，本质上是传统媒体在流媒体浪潮中的挣扎史。奈飞过去一直坚持自主生产内容，较少进行大规模收购。对华纳的并购动作，也标志着奈飞长期战略上的调整。本期视频将带你回顾华纳100年商业史，以及华纳历史上最经典的几次商业合并案例。1923到1929年，华纳开始了草根创业与技术豪赌。华纳4兄弟早年做过各种生意，从修鞋到卖肉。1903年，他们买了一台放映机，开始涉足电影放映，随后进入发行。1923年4月4日，华纳兄弟影业公司正式成立。成立初期，华纳还只是好莱坞的二流制片厂，无法与米高梅或派拉蒙抗衡。当时支撑公司现金流的，竟是一只叫人丁丁的德国牧羊犬。它的电影不仅成本低，而且票房极佳。1920年代中期，华纳面临财务危机，丧母华纳敏锐地发现了贝尔实验室开发的维他风声音同步技术。华纳于是决定押注有声电影，这是华纳历史上第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商业豪赌。当其他大制片厂认为没人想听演员说话时，华纳兄弟抵押了身家性命投资该技术。1927年，《爵士歌王》上映，这是第一部在此技术支持下的长片，虽然只有部分对白，但那句台词你还没听到什么呢？ You enter nothing yet 宣告了默片时代的终结。华纳一夜之间跃升为好莱坞顶级巨头，资产价值暴涨。1930到1940年，华纳在大萧条期间确立自己的艺术风格。对于此时的华纳，电影不仅是艺术，更是生意。与米高梅所推崇的那种群星闪耀奢华布景不同，由杰克·华纳掌管制作的华纳兄弟以成本控制和高效率著称。他们从报纸头条取材，拍摄黑帮片社会剧。这种撕裂的现实主义风格不仅成本低，而且在大萧条时期极易引起观众共鸣。代表作有《小凯撒》《公共之敌》等。在1930年代，华纳开始制作动画短片《罗尼通》和《梅里小旋律》等。虽然当时只是作为正片的贴片，但兔八哥、达菲鸭等角色的诞生，为华纳积累了日后价值连城的知识 IP 库。二战期间，华纳拍摄了大量反法西斯电影。1942年的《卡萨布兰卡》不仅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影片，更确立了华纳在好莱坞的艺术地位。1969年，华纳开始跨界联姻与多元化并购，被一家做停车场和殡葬业务起家的金尼国家服务公司收购。该公司的老板史蒂夫·罗斯成为了华纳的新掌门人。罗斯是现代媒体大亨的原型，他推崇放权管理和明星待遇。收购华纳后，罗斯随后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他将金尼原本赚钱的停车场和殡葬业务剥离，将公司改名为华纳传播公司，全身心投入娱乐业。在罗斯治下，华纳迎来了创意爆发，制作了电影《驱魔人》《超人》《蝙蝠侠》等。在商业模式上，收购了雅达利·富兰克林铸币厂、DC 漫画的母公司等，这奠定了华纳作为综合性娱乐帝国的雏形。1989到1990年，华纳与时代公司合并，这是当时全球最大的媒体并购案，创造了时代华纳这个响彻30年的名字。在1980年代末，全球媒体整合浪潮兴起，拥有时代周刊和财富杂志的时代公司担心被恶意收购，急需寻找盟友。华纳也希望扩大规模以抗衡索尼和新闻集团。时代公司拥有强大的新闻和有线电视系统，华纳拥有电影音乐和电视制作能力，双方希望通过合并实现全产业链覆盖。就在时代和华纳宣布合并计划后，派拉蒙突然向时代公司发起了每股175美元的敌意收购邀约，高于华纳的出价。这与目前派拉蒙阻止奈飞收购华纳的举措简直如出一辙。时代公司拒绝了派拉蒙，理由是要保持公司的长期战略和文化独立性。1990年，时代华纳正式成立。虽然初期经历了严重的文化冲突，比如纽约的精英新闻文化与好莱坞的奢靡娱乐文化的不同，但这次合并也确立了时代华纳世界第一媒体集团的地位。华纳在1996年进行内容库的补完，收购了特纳广播公司。如果说时代华纳的合并是骨架，那么收购特纳就是注入了灵魂。泰德·特纳是著名的媒体狂人，他创立了 CNN， 并拥有庞大的米高梅老电影片库。他早年买下米高梅片库，
就是为了给自己的电视台放电影。时代华纳通过收购特纳广播公司，获得了 CNN、TBS 和 Cartoon Network， 彻底统治了有线电视网络。最关键的是，特纳手中的米高梅老片库，包括乱世佳人、绿野仙踪等归入华纳麾下。这意味着时代华纳不仅拥有自己的历史片库，还拥有了米高梅黄金时代的遗产，成为全球最大的版权拥有者。这笔交易极大地充实了华纳的资产负债表，为后来 DVD 时代的爆发性收入奠定了基础。在2000到2001年，华纳被当时炙手可热的美国在线并购。这次并购被广泛认为是商业史上最糟糕的合并案，没有之一。当时的互联网泡沫达到顶峰，美国在线 AOL 是当时互联网的霸主，但市值虚高。时代华纳作为旧媒体巨头，恐慌于被互联网淘汰。AOL 拥有通向家庭的互联网渠道，时代华纳拥有内容。双方认为，通过合并，他们将创造一个数字化媒体的围墙花园。这是一次由 AOL 主导的并购，新公司名为 AOL Time Warner。对于时代华纳来说，这场并购是一场跨世纪的灾难。在技术层面，由于 AOL 并没有掌握宽带的基础设施，只是一个过时的服务商。随着后来宽带技术的迅速普及， AOL 依赖的拨号上网业务瞬间崩塌。在文化层面， AOL 的高管与时代华纳的传统高管格格不入。最终在2002年，公司被迫进行了近1000亿美元的商誉减值，创下商业史上的历史记录。2003年，公司名称去掉 AOL， 改回时代华纳。2009年，时代华纳正式将 AOL 分拆出去，结束了这段长达10年的噩梦。而美国在线此时的市值仅为合并时的零头。尽管公司层面动荡，但华纳兄弟影业在这一时期却依靠几部巨型 IP 电影支撑起了整个财年的业绩。2001年到2011年的哈利波特系列不仅创造了77亿美元票房，更带动了数倍于此的衍生品和主题公园收入。诺兰的蝙蝠侠3部曲重新定义了漫改电影的深度和商业潜力。指环王和霍比特人也通过华纳旗下的新线影业发行。这一时期，华纳兄弟是好莱坞最稳定的赚钱机器，也是 IP 运营的教科书。在2018到2022年，美国电话电报公司 AT&T 收购时代华纳，以850亿美元的价格成交，将时代华纳改名华纳媒体。美国电话电报希望模仿康卡斯特收购 NBC 环球的模式，用华纳的内容留住其电信用户，通过掌握数据来精准投放广告，结果却惨败。电信公司的官僚作风无法适应好莱坞的灵活性。为了推动华纳的流媒体 HBO 与 Max， 美国电话电报激进的让院线电影同步上线流媒体，这得罪了整个电影行业。美国电话电报也因为并购时代华纳而背负了巨额债务，股价低迷，最终在2022年承认失败，并将华纳媒体剥离，使其与探索频道 Discovery Inc. 合并，成立华纳兄弟探索，也即是现在的 WBD。新 CEO 扎斯拉夫上任后，采取了极端的成本削减策略，为了税务冲销，直接砍掉了已拍摄完毕的蝙蝠女，并聘请詹姆斯·古恩重启 DC 宇宙，试图复制漫威的成功。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奈飞计划收购华纳兄弟的情况。奈飞收购华纳兄弟是2025年全球传媒业最具震荡性的事件。截至2025年12月，奈飞以约827亿美元含债务的报价成为优先收购方，但该交易仍处于与派拉蒙的竞争博弈及严苛的监管审查之中。如果奈飞成功收购华纳兄弟，并完成对华纳兄弟的影视制片厂 HBO 及流媒体部门 Max 的整合，奈飞在流媒体市场的份额预计将跃升至 33% 以上，从而确立其全球娱乐业的霸主地位。奈飞将拥有100年积累的皇冠上的明珠，包括哈利波特、DC 宇宙、权力的游戏、老友记等。这解决了奈飞长期以来缺乏系列化、长周期头部 IP 的短板。收购华纳兄弟意味着奈飞直接拥有了世界级的院线发行体系和制作工业标准，这将使奈飞从一家硅谷科技公司彻底进化为全球媒体康采恩，从而掌握好莱坞话语权。但奈飞也将面临一系列困境，收购华纳兄弟将给奈飞带来沉重的债务负担。尽管奈飞现金流稳健，但这笔收购仍会大幅推高资产负债率，这可能会导致奈飞暂停股票回购或缩减股票回购金额，影响股东的短期回报。在文化层面，奈飞奉行科技驱动、决策下放的硅谷文化，而华纳 HBO 则是典型的创意至上、等级森严的好莱坞传统。强行整合可能导致 HBO 的核心创意人才流失。华纳 HBO 一直代表着最高质感，如果被奈飞的大众化以及算法导向的逻辑吞噬，
可能会损伤 HBO 品牌在核心影迷心中的精品地位。收购华纳兄弟后，奈飞将成为行业垄断者，将像谷歌、Visa 等公司一样，长期承受反垄断审查和压力。奈飞未来每一笔动作都将处于监管显微镜下，其在定价权和内容排他性上的操作将受到极大限制。如果监管机构禁止合并，奈飞会面临58亿美元的巨额分手费赔偿，这将是行业史上最高的分手费之一。奈飞2026年的营业利润将直接腰斩，股价短期内可能剧烈波动，且其长期投资和扩张战略都将陷入被动。对于华纳来说，奈飞的并购是会像美国在线 IOL 和美国电话电报 ATT 一样失败，还是会被奈飞带出深陷多年的泥沼，我们都不得而知。但希望无论是奈飞还是华纳，都能有一个好的前景和结局。毕竟他们的作品承载了太多人的记忆，是人类历史上珍贵的影视宝库。纵观华纳的100年历史，我们可以提炼出几条核心的商业规律。第一，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从有声电影到流媒体，华纳的每一次飞跃或危机都与技术变革有关。二，内容 IP 是护城河，无论母公司是谁，华纳之所以能存活到现在，是因为它拥有 DC 漫画以及哈利波特、全游和老友记等不可替代的内容资产。三，不进则退的并购游戏，华纳的历史就是一部美国并购史，它证明了在媒体行业，规模效应至关重要，但盲目的跨界整合往往会以失败告终。今天，华纳兄弟依然面临着流媒体盈利难、传统电视广告下滑和巨额债务等挑战，但那个从1923年走来的盾牌标志，依然是全球娱乐业最有分量的图腾之一。回顾华纳兄弟的100年征程，它起于4兄弟的草莽豪赌，以爵士歌王划破寂静，用哈利波特的魔法与哥谭市的黑夜，筑起了无数人的精神乌托邦。华纳兄弟的内容一直是世界的顶级 IP， 然而这份荣誉的背后却是惊涛骇浪，是 AOL 泡沫的吞噬，是电信巨头的盲目并购。他像一位才华绝代却命运多舛的艺术家，在一次次重组的阵痛中前行，身披金甲亦满身伤痕。